你想象一下哦，不用讲话，甚至不用做什么大动作，只需要手腕上贴一个那种好像几乎看不见的贴片，感应你那种超级细微的肌肉讯号，就可以控制电脑，或是控制意志，就算在很吵很乱的环境下也可以哦。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科幻片的情节，对吧？对啊，蛮像的。但其实感测我们大脑跟肌肉电讯号的技术，就是那个 EEG 脑电图，还有 EMG 肌电图，其实进步的超级快。没错，发展非常迅速。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深入来看看这个技术到底怎么从以前那种你知道满头接线还要涂染那种黏黏的凝胶的实验室设备，一步一步走向更轻便、更智慧，甚至可以穿在身上的所谓智慧皮肤。我们手边有几份蛮有趣的资料，一份是回顾这个领域技术演变的科学文献，然后一份是比较医疗级跟那种市面上消费级脑波设备的实际表现。这个很有意思。对啊，还有一篇是讲用肌肉讯号来做手势辨识的，算是很前沿被研究。它特别专注在一种叫做 Extrodes 智慧皮肤。Extrodes。所以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要跟你一起弄清楚，为什么现在大家好像都往干式、穿戴式电极这个方向走，他们的潜力到底有多大，然后还有哪些难关需要克服。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开始咯。好，那我们先回头看看传统的方式到底是怎么做的。你可能在电影里或者医院看过嘛，要做脑电图或肌电图，通常要在头皮或是皮肤上粘一些小小的那种金属片。对，那个就是电极。对，就是电极。最常见的是银硫化银这种材质的。那为了让电极跟皮肤导电好，还要涂一层导电胶或是导电膏。没错，那个胶黏黏的。对啊，这听起来好像还好，但实际用起来问题其实不少，对吧？对啊，问题可多了。你想想看嘛，光是准备就很花时间了，要清洁皮肤啊，然后要很精确的把电极放在对的位置，再涂上那个黏黏的胶。而且那个胶对有些人来说可能会过敏，或者就是觉得很不舒服。对，会痒痒的。更麻烦的是，时间一长，那个凝胶会干掉。对，干掉之后，导电效果就变差了，那讯号品质就不稳定了。了解。而且你想嘛，你头上或身上粘了这些东西，线啊、电极啊，你根本很难自由活动。对，卡卡的。更不要说要做那种很长时间的连续监测，或是在你日常跑来跑去的时候用了。甚至如果电极放得很密，像是做高密度脑波图的时候，那个导电膏还有可能流到旁边去，造成相邻的电极短路。哇，那讯号不就毁了？对啊，会严重影响判读。所以说，传统湿式电极最大的痛点，就是在追求好的导电性的时候，牺牲了使用者的舒适度还有方便性。完全正确，这个就是最核心的矛盾点。不过这里有个重点，我必须要强调一下。即使有这么多不方便的地方，传统的湿式电极因为它的讯号稳定性跟可靠性是经过非常长时间验证的，所以到目前为止，它仍然是评估所有新型电极技术性能的所谓的黄金标准。还是要跟它比就对了。对，大家开发新的技术，比如说干式电极，最后还是要跟湿式电极比对一下，看看讯号品质是不是有达到一定的水准。了解。好，那既然湿式电极有这么多限制，研究人员当然就会想办法克服嘛。对啊，这就带我们到新的方向了。不需要或者只需要非常非常少量导电介质的电极，这其中有一个过渡的方案叫做半干式电极，听起来好像介于湿跟干之间。可以这样理解了。半干式电极就是试图在导电性跟便利性之间找一个平衡点。它们还是需要一点点液体来帮忙导电，可是用量非常少。有的设计蛮巧妙的，比如说电极本身里面就有一个小小的除液槽，可以慢慢放出电解液。
哎，好聪明哦。对啊，或者用像海绵或是现在很红的水凝胶那种材料吸附少量水分，还有一些是做成尖尖的形状，像小刷子或小锥子，这样比较容易穿过头发接触到头皮。嗯嗯。最近还有一个趋势，用那种固态的水凝胶，它本身就可以同时保湿、导电，又有点粘性。哇，听起来真的聪明多了耶。不过，既然还是需要液体，那是不是表示说用久了，可能还是会有那个液体干掉啊、讯号不稳的问题？对，这个就是半干式电极主要的限制。虽然比传统湿式方便很多了，但是它对电解液的依赖还是限制了它做那种非常长期稳定监测的潜力。所以研究的最终目标还是希望做到完全不需要任何液体介质。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干式电极。总算来到干式了，所以干式电极就是完全不用涂任何东西，直接贴在皮肤上就可以用了吗？核心概念就是这样，没错。电极直接跟皮肤接触，利用皮肤本身非常微弱的导电性，或者透过其他的物理原理来感测讯号。哦。它的好处就非常明显了，完全不用导电胶，准备时间大大缩短，用起来更舒服、更方便。非常适合整合到各种穿戴式装置里面，像是帽子啊、衣服啊、手环，甚至耳机。这才真正让连续的长时间的生理讯号监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变得比较可能。哇，这听起来真的有很潜力耶！但干式电极这个词听起来像是一个统称，底下是不是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做法？他们是怎么运作的啊？哎，对，你说到重点了。干式电极其实是一个大族，根据它们跟皮肤互动的方式，主要可以分成2大类。第一大类叫做接触式干电极，也就是说电极材料需要实际碰到皮肤。接触式，对，这里面有好几种不同的设计思路，有一种比较特别的，叫做微针电极 （microneedle）。微针听起来好像会刺人。它用的是非常非常细小的针，大概就跟你头发差不多粗，甚至更细。这么细？对，它的目的是刺穿皮肤最外层那个几乎没有神经跟血管的角质层，直接接触到下面比较湿润、导电性比较好的组织。哦，所以听起来有点吓人，但其实不太会痛嘛。设计上是尽量做到无痛感了，因为针真的非常非常细小，只穿透最表层。它的好处是因为直接接触到导电层了嘛，所以可以大大降低接触的阻抗。阻抗就是像电流的阻力。对，你可以这样想象，阻抗低，讯号就不容易被干扰，会比较稳定干净。但是缺点也很明显，毕竟还是有微小的侵入性，所以还是有感染的风险。哦，对哦。而且如果用在毛发多的地方，比如说头皮，就比较麻烦。还有就是那个微针在使用中也可能会断掉，好像有点脆弱的感觉。对。好，那除了微针，还有哪些接触式的设计？还有一些是设计成非侵入性的接触式电极，比方说有一些做成尖端状或是刷状的，像梳子那样吗？有点像很多小小的杂质或是刷毛，它的目的就是要能够穿过头发，稳定的接触到头皮，同时要尽量舒服。材质可能是导电的聚合物，或是镀了金属。另外，还有一种是用导电织物做成的电极，这个就很有趣了。导电织物，是说可以直接做在衣服或帽子里面吗？没错，没错，这就是它最大的优势。用导电的纤维，比如说银纤维、碳纤维，去编织或者针织成布料。或者在普通的布料上面，用印刷或涂布的方式加上导电材料，做成那种软软的，可以随着身体活动变形的电极。哇，这样就能很无缝的整合到衣服里面，穿起来很舒服，你可能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你想想看，如果你的运动 T 恤就可以顺便监测你的心电或肌电讯号，是不是超方便的？这真的太酷了吧！可是用布料做电极会不会不耐用啊？比如说洗一洗就坏了，或者动一动就接触不良。这个确实是挑战所在。植物电极的耐用性，尤其是经过拉伸、摩擦还有洗涤之后，性能还能不能保持稳定？这是一个大问题。
而且它跟皮肤的接触稳定性，特别是在有毛发或是流汗的情况下，也需要克服。另外，还有像是耳挂式或入耳式衣翼，哦，戴在耳朵上的。对，专门设计在耳朵周围或是耳道里面使用的电极。它主要是利用耳朵附近的皮肤通常比较平滑、毛发比较少的优点，希望可以减少一些干扰。这样听起来，接触式干电极真的有很多种设计耶，都是为了在不用凝胶的状况下，尽量稳定的贴合皮肤。那，你刚刚说有2大类，另一大类是什么？另一大类是非接触式电容电极，这个原理就更不一样了。它甚至，不需要直接碰到皮肤，不用碰到皮肤也能感测，怎么做到的啊？它用的是电容感应的原理。你想哦，电极跟你的头皮之间可能隔着头发或者一层非常薄的空气，这样就形成一个微小的电容器。那大脑活动产生的电位变化，会引起这个电容器的电场改变。电极就透过感测这个非常微弱的电场变化，来推断大脑的讯号。哇塞，这也太神奇了。最大的优点就是完全非侵入，所以安全性很高。但缺点也非常明显，它对于电极跟皮肤之间的距离，还有中间的介质，像是头发啊、汗水啊、空气湿度啊，这些变化非常非常敏感。哦，所以很容易受到干扰。对，一点点移动或是环境改变，都可能产生比真实讯号大很多的干扰讯号。所以这个技术难度其实相当高，需要非常精密的放大器跟信号处理技术来配合。哇，了解了这么多不同的干电极技术，从微针织物到非接触的电容感应，真的是各有巧妙之处，但好像也各有各的挑战。没错。但这就让我想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耶，市面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些那种消费型的脑波仪或是穿戴装置，都标榜用了干电极技术嘛。那他们跟医院里面那种需要涂胶的医疗级设备比起来，效果到底怎么样啊？你手上的资料有提到这部分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很多人都想知道。刚好有一份 Raleigh 他们在2017年发表的研究，就直接比较了这个。他们选了2种公认的医疗级 EEG 系统，就是 Be Alert 跟 Inobio， 这2种都是20个通道，需要用导电胶或生理食盐水的。比较专业的。对，然后跟2种当时市面上比较有名的消费级系统，一个是 Muse， 它有2个通道，另一个是 Mindwave， 只有1个通道。这2个都标榜是用干电极。他们就让受试者戴上这些不同的设备，然后比较同一个位置，大概在额头正中央上方一点点的那个 FP1 电极，这个位置跟注意力啊、情绪调节这些功能有关，所测得的脑波讯号。所以结果怎么样？消费级的真的能跟医疗级的拼吗？这个研究主要是看2种指标啦，一个是功率谱密度。简单来说，就是看不同脑波频率，比如你放松时候的阿法波，专注时候的贝塔波，这些波的能量强度分布。另一个是重复测试的信度，也就是说，同一个人不同时间去做同样的测试，结果是不是一致稳定？稳定性很重要。对，研究发现在 PSD 这方面，2种医疗级系统跟那个 Mindwave 的结果比较接近，但是 Muse 的讯号就呈现出比较宽频的功率增加，而且它的阿法波的波峰不太稳定。更重要的是，在重复测试信度这方面，2种消费级设备，尤其是 Muse， 表现出来的变异性，远远大于医疗级设备。变异性比较大，意思就是说，这次测跟下次测的结果可能差很多。对，而且研究还发现，消费级系统更容易受到，比如说眼球活动，还有额头肌肉活动的干扰。对，我们很难完全不动。对啊，你想想看，我们平常很难完全不动眼尖或额头嘛。这些小动作产生的电讯号，如果混进脑波讯号里面，就会影响判读。医疗级系统通常有比较好的抗干扰设计跟演算法。所以这份研究的结论是，虽然所有的系统都能收集到一些脑波数据，但是医疗级系统尽管设定可能比较花时间，在数据品质、稳定性
还有分析的深度上面，还是明显优于当时的消费级系统。研究人员推测，干式电极的那个接触稳定性问题，可能是导致消费级系统容易受干扰、信度比较低的原因之一。这个结果很有意思诶，所以关键的取舍就在这里，方便性跟数据的可靠性。没错，目前的消费级产品虽然比较容易上手，但是在精确度上，离医疗级的好像还有蛮明显的一段差距。这对于那些想用来做比较严谨的自我健康监测，或者是希望达到很精准控制效果的人来说，是个必须要知道的重点。正是如此，这倒不是说消费级产品就完全没有用了，他们在提升大众对脑波的认识，或者做一些简单的放松训练上，可能还是有帮助的。对，但使用者需要了解他们的局限性在哪里呀？当然了，技术是一直在进步的。我们接下来要谈的这个 Xtrodes 技术，可能就代表了新一代干式电极的发展方向哦。对，让我们来看看这些技术在实际应用中的潜力。刚刚提到那个 Xtrodes 公司开发的智慧皮肤技术，听起来就非常吸引人呢。它是干式的，可以印刷制造，而且是共形的。共形是什么意思啊？共形 conformal，在这里的意思是说，这种电极贴片非常非常的柔软，有弹性，可以完美的贴合我们身体各种弯曲的表面。就像你的第二层皮肤一样。你想想看嘛，我们的手臂啊、额头啊都不是平的嘛。对。如果电极是硬的，就很难完全服贴，那你一动就可能产生空隙或者相对滑动。这个就是产生运动干扰的主要原因之一。了解了。那 Xtrodes 这种像纹身贴纸一样的软性电极，就能够更好的跟皮肤保持稳定的接触。原来如此，像第二层皮肤一样。那这个 Xtrodes 系统具体是怎么样的啊？它其实是源自以色列台拉维夫大学一位 Yael Hanan 教授的实验室技术，后来独立出来成立了 Xtrodes 这家公司。这个系统主要包含2个部分。一个是非常薄、非常软的印刷电极阵列，通常是16个通道，排成4×4的矩阵，印在有弹性的 PU， 就是聚氨酯的基底上，用的是干式的碳电极。碳电极。对，另一个是搭配使用的一个微型的无线数据采集单元 DAU， 它负责把讯号放大、处理，然后用无线的方式传出去。它的特色就是结合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几个优点：传带式、无线、干式、共形。而且它还能进行多模态感测，就是同一片贴片可以用来测量 EEG、EMG、ECG 心电图、EOG 眼动电图，好几种不同的生理讯号。哇，这么厉害！对，而且他们医用级的系统叫做 Xtrodes System M， 最近还拿到了美国 FDA 的510K 上市许可，可以用在临床监测上了。哇，听起来真的很先进诶。那实际用起来效果怎么样？特别是在需要精确感测肌肉讯号，譬如说用来做手势控制的这种应用上，我们手上那篇 Luxembourg 他们2025年的研究就是用 Xtrodes 来做手势辨识的，对吧？没错，这篇研究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挑战了一个更贴近我们真实世界使用的场景。怎么说？过去很多手势辨识的研究都是让受试者在非常固定的姿势下，然后按照指令一个一个做出几个标准手势。很制式化。对，但你想想看，我们日常生活中用手势，动作是连续的嘛，力道可能每次都不太一样，顺序也可能是随机的。手还可能一边移动一边做手势。对啊，很自然的那种。对，所以这篇研究就试图在这种更自然动态的条件下，测试用 Xtrodes 的表面极电讯号 SEMG 来预测手指关节的角度，并且辨识不同的手势。这听起来难度高很多耶。那他们是怎么做的？结果如何？他们让受试者在前臂贴上 Xtrodes 的电极贴片，同时用一个叫做 Leap Motion 的动作感测器来捕捉实际的手指动作角度。这个就当作比对的真相。Ground truth。对，然后他们用一种叫做 Vivid 的深度学习模型，
这是一种基于 Transformer 架构，原本常用在影像辨识的模型，来学习 SEMG 讯号跟手指角度或手势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即使在这种动态多变的条件下，模型还是能够从 SEMG 讯号中区分出不同的手指角度和手势。成功了！那准确率有多高啊？准确率这个就比较因人而异了，大概落在50%到90%之间。哇，这个范围。对，范围蛮宽的表现比较好的受试者，无论是在静态，就是手固定不动，还是在动态，手可以自由移动的条件下，准确率都可以达到85%到87%左右。那也不错。比较有趣的是，他们发现准确率跟受试者动作的稳定性，还有 SEMG 讯号本身的特性，譬如说讯号变化的那个陡峭程度穿过零点的次数这些有关系。但其如果给受试者更明确的指示，譬如说用力握拳、完全放松，在这种情况下重测，准确率就能显著提升，平均提高了大概20%，达到89%左右。等等，50%到90%，这个范围也太宽了吧？这是不是表示说，虽然这个技术很酷，也展现了可行性，但要做到真的非常可靠，每个人都能用得很好，尤其是在那种完全自然、没有提示的情况下，可能还有段路要走。你点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的，这个准确率范围确实显示了个体差异，还有动态条件的挑战。每个人的肌肉结构、控制方式，甚至当天的疲劳程度，都可能影响 SEMG 讯号，然后就进而影响辨识的准确率。对，这表示未来可能需要更个人化的校准和训练过程，以及更强大的演算法来适应这些变化。不过，这项研究的价值在于证明了，即使在接近真实世界的复杂条件下，使用这种先进的干式共形电极，再结合适当的模型，是有可能实现精确的手势控制的。它为未来的应用，比如更自然的意志控制人机互动界面等等，打开了一扇门。确实，想到未来的可能性还是很令人兴奋的。像是资料里面有提到 Xtrodes 已经跟那个 Wearable Devices 公司合作，为军方开发在极端环境下使用的触控人机面面。让士兵可以透过那种细微的肌肉讯号来操作设备，同时还能保持通讯畅通。这在以前是很难做到的。对，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这类技术怎么样去解决现实世界中的一些痛点。总结来看无论是哪一种干式或半干式电极技术，要真正达到理想的性能，还是有几个共通的挑战需要持续克服。我们前面零散提到了，这里可以稍微归纳一下。好，第一个也是最核心的，就是电极皮肤接触阻抗。又是阻抗。对，阻抗就像是电流通过的阻力嘛，阻抗太高，讯号就会衰减，而且更容易受到杂讯干扰。适时电极抗导电胶把阻抗降得很低，但干式电极就比较挑战了。一般会希望在低频，比如说10赫兹的时候，阻抗能低于40千欧姆 (kOM)， 但很多干式电极其实还是高于这个数字。如何设计出低阻抗又舒适的干式界面？这是关键。了解。第二个是运动干扰 （motion artifacts）， 这个真的是穿戴式应用最大的敌人。动来动去。对，身体一动，皮肤会变形嘛？电极跟皮肤之间可能会产生相对滑动，或是压力变化，这些都会产生比真实生理讯号强得多的杂讯。前面提到的微针共形电极像 Xtrodes 那种，都是试图从硬体上减少这种干扰。另外，也需要搭配更好的讯号处理演算法来滤出这些杂讯。硬体、软体都要配合。没错。第三个是电极的尺寸和形状，这也是一种权衡。怎么说？一般来说啦，小电极能提供比较好的空间解析度，也就是说，能更精确的定位讯号是从哪里来的。但可能会牺牲掉一些讯号强度，特别是低频的讯号。那大电极的讯噪比就是讯号相对杂讯的强度，通常比较好，但空间解析度就比较差了。各有利弊。对，还有形状，比如说圆形或方形，也会影响电流的分布，所以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来选择最适合的设计。了解。所以
接触阻抗、运动干扰、尺寸形状，再加上前面提到的个体差异，这些都是让穿戴式生物感测技术从酷炫展示走向可靠实用需要跨越的障碍。没错，但好消息是，这个领域的进展真的非常快，材料科学啊、微电子技术啊、机器学习演算法都在不断突破。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技术，搞不好过几年就会有更成熟、更普及的应用出现了。听你这么说感觉我们确实站在一个很有趣的时间点上。生物感测技术正从那种冰冷的实验室大步迈向我们的日常生活。对啊，像 Xtros 这样的穿戴式干电极技术，让我们离那个用意念或是微小动作就能跟机器互动的未来，好像又更近了一步。从更方便的健康监测到更直觉的人机互动，可能性真的很多。比如说个人化的校准，能够自我适应的演算法，更耐用、更舒服的材料，这些都在进行中。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整合度更高，你几乎感受不到它存在的感测器。那么，在我们结束今天的探讨之前，留给你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当这些能够读取我们大脑和肌肉讯号的感测器越来越无缝地融入我们的衣物、配件，甚至我们的身体时，这种持续不断的个人化的生物数据流将会如何改变我们对自身健康、情绪，甚至是能力的理解呢？更进一步来说，当科技能更深入地解读我们的生理状态，甚至是潜在的意图时，这又将如何重塑我们与周遭世界以及与彼此互动的方式呢？这背后蕴藏的机会，还有可能带来的冲击，都值得我们持续关注，并且深入思考。